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全奈。上一期视频我们测试了100元价位的有线 HiFi 耳机，除了便宜的那几款，其他整体测试下来的表现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除了有线 HiFi 耳机的群体之外，无线的蓝牙耳机的群体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收集齐了1000元价位的这一些主流的耳机来给大家进行测试。那我们这一次测试的耳机一共有7款，首先就是三星的 Buds 加，是我们目前测试当中最便宜的耳机，售价是899元。第二款耳机是我们从某宝销量较好的几款耳机里挑选出来的声阔 Liberty 2 Pro， 售价为999元的耳机。价格来到1000元以上，这个价位阶段的耳机大家肯定都是耳熟能详了。首先就是索尼的降噪豆，售价为1299元，然后就是来自于 BOSS 的 Soundsport Free， 售价是1699元。那么第5位参赛选手就是来自于被人称之为真音乐的 Beats Power Beats Pro 运动型的蓝牙耳机，售价为1888元。下一款耳机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苹果的 AirPods Pro 官方售价为1999，听说买的人挺多，如果说现在有人带着的话，可以发个弹幕什么的。最后一款耳机也是我们目前测试当中最贵的，森海塞尔的木馒头，售价为2399元。我们这一次测试流程和上一次的差不了太多，就只是说前端换成了 iPhone， 因为我们这一次测试面向的并不是发烧友，所以说使用手机的话更贴近于平时使用的习惯。其他的录音设备和之前保持不变，还是以前的那一套。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测试环节，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主观听感发在弹幕里。OK， 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的测试。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
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くれっこはもう嫌なんだ。なんでもない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や、今から行くよ。僕らタイムフライヤー、時を駆け上がるクライマー、時のかくれんぼはくれっこはもういいよ。君は果てなくらいや、その涙止めてみたいな。だけど君は拒んだ。こぼれるままの涙を見てわかった。嬉しくて泣くのは、悲しくて笑うのは、僕の心が追い越したんだよ。Come and fly away with me.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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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ly away with me. Don't you be afraid, everything will change. You and I jumping off the edge. They say dreamers never die, so come and fly, come and fly, come and fly away with me. We're rising, we're falling, we're making through. We're climbing, we're soaring, 1,000 views. We're rising, we're falling, we're making through. We're climbing, we're soaring, 1,000 views.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对这一些耳机的音质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吧？那么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盲听测试。个人觉得这一次测试下来，不同品牌之间的耳机，它们的调音方式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们肯定是能听出来哪一首音乐是哪一个耳机放出的。OK， 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的盲听测试。
盲听测试的结果我们还是会放在公屏上，各位觉得哪一款耳机最适合自己呢？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对这一些耳机在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了吧？那么我个人也是列出了这么一个我自己的主观听感，各位可以参考一下。至于其他方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它们各自设计上的一些优缺点。我平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苹果的 AirPods Pro， 其次是深阔的 Library Art Pro， 然后再是森海塞尔的木馒头。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充电盒比较小巧，所以说带起来非常方便，直接往裤兜里一塞就行了。如果说你带一个体型比较大的充电盒出去的话，可能说续航更久一些，但是这样子就违背了它这种设计便携的初衷了嘛。你还不如直接带一个有线耳机出去，音质更好，还不如担心续航的问题。所以说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小巧轻便的机型。那么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呢？然后我们按照外观设计和操作便携性，还有降噪、音质等等方面，列出了一个性价比的排行榜，是我在这几个星期里面使用这一些耳机的主观感受，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索尼的 WF-1000因为定价不高，在本次的耳机测试当中，虽然说人声部分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其他方面的声音表现和使用体验、外观设计方面都比较出色，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排行榜里位居第一。排在第二的就是苹果的 AirPods Pro， 不管说是从外观设计，还是在 iOS 系统上的交互体验上来讲，都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音质方面对比起友商来说还是差了一点，不过考虑到除了官网的定价之外，还有第三方平台的补贴和教育优惠等，用这一些渠道购买的话，可以以一个很低的价格买到，所以在我们的排行榜中位居第二。第三名是深阔的 Liberty 2 Pro， 人声和乐器的表现我们体验下来，在我们的测试耳机当中算是出色的了，但它的低音比较红头。续航方面，加上充电盒的话，可以达到30个小时以上，并且价格不到1000，所以说在我们的性价比排行榜中暂列第三。三星的这一款耳机在人声部分和电音部分的排名都是非常靠前的，而且有着不错的续航表现，很对得起它这个899元的价格。唯独乐器部分不太理想，目前排在排行榜的第4名。森海塞尔的木馒头各项声音表现都在中等偏上水平，属于那种什么音乐都可以听的耳机。它的外观和音质都很不错，不过个人感觉2399元的价格对于我们这种学生党来说还是太高了，买它基本上1年的压岁钱就没了，所以说排在我们的性价比排行榜当中的第5位。剩下垫底的2款耳机我就不用多说了，可能是因为它们主打的卖点并不在于音质，更多的应该是运动的时候的体验吧。另外再来吐槽一下 Powerbeats Pro 这一款耳机的密封性，感觉设计上不太适合亚洲人，戴着耳挂总感觉没有塞紧，并且漏音比较严重。测试的时候我们都是强行塞进去的，所以各位听到的音质可能还比平时的时候要好一些，但也不排除是我这一款耳机的品控问题。最后做一个总结，以我听下来的所有无线耳机来看的话，除了头戴式的这一种，入耳式的无线蓝牙耳机还是停留在一个只能听个响的水平。如果说各位比较追求音质的话，我个人觉得买这种有线耳机还是更划算一些。几百块钱的有线耳机，我感觉声音对我来说已经是比较满足了。无线的蓝牙耳机更多的还注重的是使用体验和方便上的一些使用感受。那么再问大家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各位是比较喜欢苹果这一种翻盖式的设计，还是说像安克这种滑盖式的设计，或者说像 BOSS 这样子的要按钮才能打开的这种充电枪的设计？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这种苹果的翻盖式的设计和安克这种滑盖式的设计，这样子更解压一点。OK，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